Hello，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阿伟，我是燕子。自从昨天晚上发出了那期视频之后呢，收到了很多网友的建议啊。有的朋友建议呢说支持燕子的想法，有的网友建议呢说支持阿伟的想法都有。然后今天呢，我们最终决定谁的想法呢？然后等会儿给大家聊啊。然后现在呢，在聊这个事情之前呢，我们来先回应一下，因为最近啊有很多就是够了，就是说买辆车啊这么久了就是说拿这个事情炒作，或者呢就是说叫还有他们怎么评论呢？叫旧饭重炒重炒旧饭重炒之类的就是说一直在炒，够了，说看到都烦了，怎么的就是说一期又一期的，估计要拍到过年啥的还有就是什么，还有就上次我们官司的事情，上次我发了出来之后了，哎呀，阿伟现在找到那个流量密码了被告的事情连续剧开始了结果不好意思，没有连续剧如果我拿了一个事情一直去拍什么连续剧啥怎么的，那我还就是怎么说呢？正常嘛，我本来就是这样的嘛，对吧？我就没有去那么做，还被你们怼，是不是心里有时候本来这件事情我们就比较多，烦心事特别多。今年上次就去了那个扬州两个厂家挨在一起的，我们去看了一下，然后还去常州溧阳一个厂家在溧阳拍了一期就拍了一辆车，然后另外之前扬州两家呢拍了几辆车就好了。然后还有另外一个厂家在那个张家港，我们也去了。张家港那个没有拍，我们没有拍，我们都没有告诉大家。对呀，我觉得就我们有的就没有看中。我们一开始我们刚去看房车比较欣喜嘛，我来拍一下给大家看一下，大家分享，我们就的确是比较看重的，在那个第一个扬州那个厂家让大家帮我们参考，然后结果到现在价格没有谈下来，所以说没定。还有那个叫我们去的那个杭州车展700公里赶过去我们一条视频没有拍，车展上就后来在那个车友的那个房子体验了几天车友的拖挂生活对呀还有很多网友比较过分的就是说，你们这个看了你们肯定不买，怎么的。我就想了，其实我们买房车可能大家对房车这一块可能是不太，可能就是我们就是看的多了，然后对这个房车了解的多了之后呢，我们就觉得这个房车它不像咱们这私家车它像 4S 店的话，它有明码标价，就是那种就是里面配置什么的都是统一的。那房车不一样，每个房车厂家的配置不一样，对，每个厂家也不一样。同样的 C 型房车，同样的配置，价格又相差很大。虽然底盘一样，但是它的配置不一样。比如42万八的，有49万八，有53万八的。所以这里面水很深，所以我们买房车的话一定要多看是没有错的，因为毕竟是几十个 W 开出去，对不对？真的很多网友可能就说一些风凉话呀，就怎么的。还有说其实我就想说，可能没钱看什么看？我没钱的话，我看的话，我怎么说呢？说是这个胸不出来没办法这个你是好像在网络上可能是不值钱，真的。几十 W 对于很多网友来说随手一甩就是几十 W， 但是对于我们来说的话，就是我们一件大事情，因为可能很多网友就是觉得没有从自己口袋里掏钱，觉得随便说一句话就可以了，你看中就买呗。你没钱，你没钱你还买什么房车那我可以首付呀。可以首付的呀，对呀。还有很多朋友说阿伟你们哪怕首付不是我们是首付来着本来就首付来着但是我想的就是现在月供也压力挺大的，因为现在自媒体流量不光是流量下降，还有就是单价每个月每1万播放量单价下降了之后呢，就肯定会影响很多，所以影响我们的收入了就是这样子的话，每个月收入有限了之后确实压力挺大的所以我们就考虑到就是暂时为了暂时不要买房车等过完年，今年过年，再过1年，再奋斗1年，今年好好的拍视频，然后我们通过带货就是说再努力1年吧到时候买辆好一点的好一点的。而你刚刚也说到一半被你打岔了，就是我们做自媒体3年多以来其实每天都有黑粉，但是我们都是从容面对，就是因为我们觉得没必要理会呀，对不对？那么这一次的话，也是几乎都是我们公开第一次，就是回应一下黑粉的一些问题这么久以来，过完年以来，我们看房车以来的那些
也是给大家聊聊嘛，聊聊我们的心里话，聊聊心里话。然后好了吧，然后我们待会儿呢要去仓库，因为去年年前的话，我们就租了一个临时的仓库嘛。4月份到期了，还有一个事情就是说，本来是说过完年之后呢，选个车呢，然后带上个半个月、1个月的货，然后再出发啊，因为现在春天来了嘛，很多网友也发我们消息说那个阿伟啊，赶紧上点春款呀，上点什么夏凉被啊之类的啊。然后我们呢已经有选了放在仓库里，但是一直就没有上链接，没有上链接，就被很多事情呢打断了。然后那个房子呢到4月份就要到期了，我们是租了几个月的。然后要续签的话，就又要续签了哈。所以说，不过呢，我们最近呢，就现在在考虑要不要续签。我们在租这个临时仓库的时候，也跟大家也跟我们提议，就是说还是家里堆好了，不用额外增加这个费用了。确实也是。但是为什么我们去年一定要租这个房子，租这个库那个仓库呢？就是因为我们去年带了一次货之后，我们家现在是住13楼哈，虽然有电梯，因为我们带的品的话不是那种小小的轻的那种，是很重的床品那些。体积大，而且又重。然后我们住13楼的话，家里其实堆得满满的哈。但是就是我们每天上货，就是来货了之后，我们要搬到13楼，发货的时候也要把这些货搬到楼下去，就是每天要花很多时间和精力和力气，真的很累来搬这些货，就这样子的电梯的搬。好了，打断了。好了，我们现在聊一下，就是说那个刚刚有个话题漏了，就是说我们接下来怎么决定那个车子哈。然后现在呢，我们决定就是说，我的方案就是买一辆那个 V80啊之类的，然后就是那个江铃特顺啊之类的，在7、8万的样子，然后就是改一个后面改装，稍微改加装合法的改一点，合法的改一下，小改一下，不固定嘛那种。对，这样，因为有的网友说的也对啊，就是我妹妹那个车的话，毕竟不是那种老车了，它毕竟也是相当于没开几年挺新的，然后又1年下来的话也被糟蹋了，这样的话在外面跑，所以说还是买一辆二手车啊。然后这2天呢去看一下啊。那百万每次知道我们在拍视频，他在网络上来带大家去看看我们仓库吧，走吧。走，你去仓库里理，走。我跟阿伟还有妹妹还有妈妈一起过来整理一下仓库，因为这段时间就是事情比较多。然后在后面的这个呢是一个朋友开便利店的，现在不开了。就是年前的时候把它的就是一个冰柜，很大的一个冰柜，放饮料啊那些东西的，放了我们这边，然后挂到网上卖了之后卖掉了之后就搬走了。这边仓库我们最近一段时间的话都忙别的事情了，因为怎么管这个仓库啊很乱，很多东西都需要规整一下。那阿伟已经在开始弄了。然后这一堆货的话是今年春秋的新品的4件套，其实已经拉过来有1个多月了，放在仓库里面哈，但是我们一直没有上来，没有挂链接上来卖。这边的话，这个也是新品的4件套。阿伟在那边跟妹妹在一起弄那个货架，那个货架的话是朋友开便利店，他现在不开了嘛，这个货架的话放在我们这边。然后他说他给我们用一下，就是我们把它拼起来，然后可以放那些4件套啊、杂物那些，乱七八糟的，很乱。然后过2天的话还有春秋被、夏凉被还没送过来，所以我们这些东西要规整一下。那到时候那个被子体积很大。然后阿伟他们在做那个展示样品的那个床，用板拼起来。几块板拼起来，然后把这个垫子放上去试试看。把垫子放上去就是一个床了。刚好。布置好了哈。天已经黑了，我们就弄好了，还是挺有感觉的哈。这个灯光少了点。我们在上面还要弄点灯光，有点黑。你要搞个大舞台啊！办个演唱会啊！这边呢4件套也安排就位了哈。